老张这个动手能力还是启发了很多人的啊。然后有一个粉丝，他开始自己设计东西了。然后他前2天看到我露出的一个显示器，说你这个显示器做的也有点太廉价了，就是这个。这我买的其实就是一个半成品，这外面是个大铁壳子，铁皮卷出来的。然后这都是公版的驱动版。然后这个粉丝他嫌现在的这个显示器都做的太廉价了，这是他自己做的 CNC 的显示器。你看它背部有标准的这个 VESA 支架，是可以直接用支架架起来的。就是显示器壁是可以直接，对，它是可以直接架住的。像我这种多显示屏的，我就是3支架4支臂，啪啪啪啪4个就连起来。这个甚至要比我们买的很多那个成品的显示器，你就比如这个，我觉得其实要比它要好。你看这个做的这个形状，包括下面你看下巴壳。他现在做了2个尺寸，应该是。然后这个网友啊，自己到那个评论区去，对，现个身。这个应该是17的，但是我回头再找他要具体参数啊，就是先给大家大致看一眼。这个老伙计的名字啊，在这儿叫做 Dear Tanker， 他2台呢应该是 Mark 3啊，叫 HRF 第3代。分别是2个尺寸，一个是16寸，一个是17.3寸。16寸呢是16:10的比例，17寸呢是16:9的比例。2个版本都是一样的 4K 120赫兹哦。你还可以自己换这个驱动板啊，它这个是模块化的设计，重是1.2公斤。这个是16寸的版本，你看它有这个版本是带这个迷你 DP 接口的，这个版本就带有这个亮度调节的旋钮啊，面板和外壳之间的空隙是0.5毫米，我的天！然后用的是这个泡棉啊，它的这个外壳的版本明确兼容的有它的这个 Type C 的接口，如果是外接供电的情况下，是可以通过一线通为移动设备来供电的啊。它的每一颗螺丝都是找这个5金的这个公司来定制的，同时呢，上面还带有拉丝，然后又是沉头的，它完全是一个平面。你看，就是真是怕对比，你看看这个，就是这2个能差到什么程度？这个便携显示器还有一个特别诟病的地方。就是便携显示器，它一般用的驱动板都是公版的驱动板，就是深圳那边用这个 Realtek， 它做的这个公版的驱动板就是长这个样子。你仔细看，我买的这个显示器，它的套件啊，你看它的基本上都一样，就是2、3家造这个，所以它不管你要不要这个接口，它都有这个接口。所以每一个机器都长得几乎一模一样，但是你看它这个接口干干净净 Type C， 好吧。然后我点亮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效果。这是我的乞丐版 Mac mini， 雷电口一插，直接驱动3840×2400 4K， 哎，自动开启了 High DPI 啊，120赫兹正常开启，还可以开启48到120赫兹的可变刷新率。这个一开，理论上就跟这个 MacBook Pro 的那块显示器是一样的，但是这个的背光是 LED 的，不是 Mini LED 啊，也支持各种各样的旋转，可以开夜览。但是它这个稍微有一点缺点，就是它的亮度条是不能调的。像我 DIY 的显示屏，如果是直驱的，它会有个拨杆，往上拨就越来越亮，往下拨就越来越暗。然后我这个没有任何供电问题，这是典型的应用场景嘛 ，Mac mini 或者是 MacBook 是雷利口，对吧？你就一插供电完全解决，如果不够你就再插一根供电线就可以了。看这个边没有？都说这个大厂都很难控制这个品控，你看人家品控制的，咱扫一圈看，看，好像有点弧度啊，不是那么尖呢，是吧？它的角是做了一个倒角，4边完全等比例，它是雾面的屏，这个你看完全没有反光。当然，人家苹果的纳米那个喷涂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啊。这个 CNC 的显示器，我这是一个迷你显示器啊，给大家做个演示。你看我这个显示器，它是没有缝的，就一般做到是无法 DIY 的。所以 CNC 和 DIY 显示器是一个矛盾体，是不可能综合统一的。这就是你看到的 DIY 显示器都是铁皮的或者是铝壳的，一旦用了 CNC， 基本上就和 DIY 无缘了，就是你是不可能把它拆开，自己换驱动板或者自己换面板的。比如说
这个是一个典型的 CNC 显示器，它的结构都是正面把显示器胶合上去的，用玻璃屏就跟手机一样。一般来说，只要是 CNC 的，就和 DIY 显示器无缘。但是咱们这个网友啊，它是有螺丝的，它既是 CNC 的高级的精致的外观，又是可以自己随心所欲 DIY 的东西，这就是做到极致了嘛。只要是用芯片型的驱动板，它就被限制到了 4K60，基本上啊，大厂除外，咱们就说这个小厂或者 DIY 领域。所以咱们的这个老伙计，他选择了直通的驱动方案，就是想推到更高的刷新率，就是想要用到极致嘛，那就是 4K 120赫兹。但是唯一遗憾就是这哥们儿他不卖，他就是想上个电视显摆显摆，所以大家也不用求他卖了，他这个良品率非常非常低。所以稍微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17寸的16:9连上什么效果啊？这两个高度基本上是一致的，它的 PPI 我认为应该都是一样的。苹果官方的是254，好像17寸的 4K 和16寸的 4K 都是255，比苹果官方的要多了1。看这个丝滑程度，120赫兹，你看，爽啊！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个显示器色彩一致的程度啊。你要说完全没色差吗？还不是，右边这块要更艳丽一点，左边的这块呢更淡雅、更素一点。你看这个绿是最明显的，看到没有？我放在同一个角度啊，但是这个素质真的是高啊！放个片儿给大家看一下啊。我还是很好奇它里面是什么结构啊，所以咱们整一台给它拆开看一看。背部支架4颗螺丝，这也太好看了啊！这有4个防震的垫儿，然后你看它这个头是打不穿的，当你拧这4颗螺丝的时候，不会伤到这个背板。看怎么跟它，这样。它是前面框来压住整个液晶板，不能更小了，没夸张吧？看，然后一般的显示屏都是用胶带粘到这个前框上，它用的是这个，看，这个应该是就是咱们做键盘叫 POM 结构，这应该是那种泡棉，就是既像是橡胶，又有点像是泡沫的一种东西。哇，这个精度真是做的太细致了！你看，就用这2毫米来压住整个屏幕，真是争取不给人弄坏了。哇塞，你看它是用的什么？它是用硅胶垫既来支撑住它中间的这个厚度，来支撑住这块液晶的面板，同时这还起到了散热的作用。它 CNC 出来这么大的一个骨架，就是防止几何变形的 BOE 的面板，型号 NE160QAM NZ1。还是看一下它的这个直驱的驱动板。
就这么拇指大小啊，看，这是 EDP， 这是一个电路转换。如果你是想显摆、想上电视，就告诉我老张上电视，这个都是不要钱的啊。